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讲过杭州孔雀大厦和乌龙庙的传说里，曾经提到过关于建筑行业它会有的一个邪门活人祭奠术，叫打生桩。这种打生桩的邪门法术啊，大到皇帝大臣们修建国家的大型工程，皇宫甚至是皇城，小到地方修建水坝，或者是老百姓修建房屋，都有可能会用到这种邪术。为什么说它是邪门的呢？因为打生桩的生是活人，所以打生桩是一种活人奠基的法术。通常呢是在这个大型的工程在建造初期，或者说在建造的过程中遇到问题，会用到这么一个法术。那打生桩呢，通常是把活人，通常是成年人，那也有些地方会用到小孩，他们会把孩子埋进这个建筑的底下，或者说在造桥的时候可能会塞进桥墩底下，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用活人的魂魄去祭奠，从而能够保证这个建筑的整个进展会顺利，甚至是保证建筑建成以后不会因为触怒神灵或破坏风水而影响到当地人。大家好，欢迎来到青丘档案馆，我是馆长小杜。传说最早的打生桩呢是神人鲁班发明的，他曾经在鲁班书里面记录了这么一个打生桩的法术。但其实大家可以在各种考古的一些新闻报道里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夏商时期就已经有这种活人奠基的法术了。在距今6000年的西安半坡文化的考古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用婴儿奠基，这是用婴儿进行活人奠基术的最早的记录。2015年的时候河南商报它报道了一个新闻，标题是郑州东赵遗址3座古城套叠，有婴儿奠基现象。这说的是什么呢？这个东赵遗址它又叫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呢是距今有3500年到3800年了，它是中国夏商时期的一种青铜文化。考古学家和人员在这个遗址的现场呢，发现了有一个宗城，这个宗城里不仅有补骨坑、祭祀坑，而且他们发现在城墙遗址的某一层中，甚至还发现了婴儿的遗骸。专家推测呢，这可能是城墙的建筑过程中，当地人就事先把婴儿进行奠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行夯筑的。西安半坡文化和这个二里头文化就说明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活人祭奠术了。这两个案例呢，记录的就是几千年前的这个打生桩的历史了。从新石器开始到封建王朝到近现代，人们在进行这种大型的建筑的时候都有这种打生桩的记录。早在大家都知道的秦始皇建长城的这段历史开始，秦始皇呢和当时施工的这些官员就已经有了把这种劳动力活埋在长城底下，然后继续建造的这么一个记录。大家可以看到孟姜女为什么会哭长城呢？是因为她的丈夫就被埋在了长城底下，她哭的时候哭倒了长城，她丈夫的遗骸就露出来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打生桩的故事。汉末文学家陈琳他写过一首乐府诗叫《饮马长城哭行》，里面也写过这么一句诗叫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称住。所以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描述的就是一个打生桩的故事。比较发达的宋朝和包括后面的元朝的历史中，也记录了很多官方在建造大型工程中会用到打生桩法术的故事。大家非常熟悉的宋神宗，他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那位皇帝嘛。他在他执政期间呢，曾经修建了黄河大堤，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民生工程。大家也知道宋朝的整个历史的灭亡，它也跟黄河水的决堤有一定的关系。整个黄河大堤的一个建造呢，是当时整个王朝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就有很多关于默认底下的人在建造大堤的时候运用了这么一个法术的故事。宋哲宗时期，他在西北地区的很多军事堡垒基本上也是座底下都有活埋士兵的传说。上面的皇庭是这么做的，所以自然底下的地方官员、地方的一些权贵，他们在建造房子的时候也有可能会用到这种祭奠的形式。
近代的民国时期啊，当时广东有一个著名的粤系军阀叫陈济棠，称为南天王，因为他主政广东很多年嘛。老百姓呢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温珠堂。温珠堂他在广州曾经修建了一座大桥叫海珠桥，因为温珠堂这个人他是非常相信这种风水法术的，所以他身边的一个方士呢就建议说，他在建这个大桥的桥墩前就最好做打生桩这个法术。怎么做呢？取当地的一个童男童女去做。温珠堂呢就骗来2个小孩，童男童女，把他们用酒灌醉。灌醉以后啊，在这个桥的2头的石桩下面，把他们俩直接活埋，就打下去以后继续浇筑桥洞。他们的意思呢，用童男童女的魂魄去镇守这个桥呢，就会风调雨顺，它不容易在日后洪水中被冲垮呀，能够保证地方的平安。广东地区呢，当地的老百姓啊，也把童男童女啊塞进桥洞里进行祭奠的法术的手法呢，叫做塞斗功。他们认为这样子就可以保证风调雨顺啊，防止害灾洪水。大家会以为说，你说的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历史上的中国大陆，那是不是只有中国有这样子的一个邪门法术呢？其实不是的，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呀，这个法术都是相当盛行的。朝鲜半岛曾经有个高丽王朝，《高丽史》这本书呢，就是记录了这个王朝的史书。这本高丽史呢，曾经记录了一个故事，就是在700多年以前，宗惠王时代，京城里开始有一个传说，就是老百姓听说宗惠王准备造一个新的宫殿，他在造宫殿之前啊，会在城里搜罗几10个童男童女啊，要放在他那个新的宫殿的地基上进行祭奠。老百姓一听说这个故事就怕得要死，纷纷带着孩子从这个城市逃离。他们为什么会逃离？是因为打生桩的这个传统在他们国家是一直都存在的，所以他们就担心这样的悲剧会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在日本啊，也有打生桩这样的法术，只不过日本把这样的法术呢叫做人柱啊，也叫人身御供。这个人柱啊，并不是我们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吕太后把戚夫人的手脚啊什么都削掉，做成一个人棍放进棍子里的这么一个说法。他们指的是啊，把人在进行大型建筑或者是造桥或者是干什么工程的时候，把人沉入水底或者埋入土中，用他们的魂魄去镇守这个地方的这种法术。听起来是不是跟我们的打生桩很像啊？在今天的日本啊，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福岛桥，它也被称为人柱桥。我们可以注意看到，在桥墩上呢，就砌有几具棺材。福岛桥的人柱传说是这样子的，就是在17世纪的宽永年间，它是江户初期啊，它大概的年代在哪里呢？就是1924年到1943年的这段时间。当时呢，这座福岛桥它连接的是福岛和冲州等地，它是一座主要的桥梁。但是这座桥梁很奇怪，就是每逢发洪水的时候，它一定会被冲塌掉，然后给两岸的老百姓就造成了很大的危险不说，也很难过桥嘛，大家生活影响也非常大。当时这个地区的主事者在重建这座福岛桥的时候呢，有当地的高人就建议说，要做人柱法术，才能镇得住这座桥，才能镇得住河神不发怒。所以当施工到了一个安置桥墩的时候呢，主事人和法师呢就定下了一个规定，说在这个造桥墩的这个良辰吉日的这一天晚上的亥时，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所有经过这个桥的人前面的6个人作为牺牲者，就直接被活捉，装进棺材砌进桥洞，作为牺牲者来祭奠，就是没有事先通知的，就在这个时间段进行等待。但凡谁走过去，前6个人就是祭死者。果然这6个不幸的人被当作祭祀，活埋进这个桥墩以后啊，从此以后这个造好的福岛桥就再也没有倒塌过。直到今天你去看啊，这个福岛桥上还砌着这6个棺材，不知道是重修的呢，还是当时就保留下来的。在日本啊，不止这么一座桥是用人柱的法术做过奠基的，你现在去日本找还是能够找到不少的遗迹。不仅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哦，事实上在欧洲包括英国，它也有关于这种打生桩的一些传说。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不是去世了吗？她一去世的时候呢，英国王室包括政府就马上启动了此前确定好的一个代号呢，叫做伦敦桥倒塌了。他们每一个王室其实在生前就已经一整套关于他日后葬礼的一个仪式的方案嘛，所以女王的方案呢就叫伦敦桥倒塌了。为什么要叫伦敦桥倒塌呢？代号的来源呢就是英国一首非常古老童谣的名字，它叫伦敦桥倒塌了。那根据对歌词的解释呢，很多人相信这里面就包含了许多当年伦敦桥在建造初期的进行活人祭奠的一些传说。这个伦敦桥不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伦敦塔桥，它们俩相距的地方也不是很远。这个伦敦桥啊，它经历了非常多的血腥战争，加上它河基不稳啊，历史上也记录说，因为交通的重量呢使桥身不断下沉，再加上之前伦敦桥甚至还建过200多座房子，然后呢也非常壮观。在经历了不断的重建改建的过程中呢，当时老百姓就传说，他说在改建的过程中啊，就有女巫做法，用活人进行祭奠的这么一些故事。这种做法和活人祭奠的法术呢，就是为了保证伦敦桥不再倒塌。最早把这个传说和故事记录下来呢，是一个英国人叫爱丽丝·博莎高姆。那么后面呢，很多人就直接称她为高姆小姐。那高姆小姐她是在1894年8月出版的一本书里面呢，记录了这个故事，也就从这个故事开始作为一个正式的传说流传到现在。除了古代现代有没有这样子？就是我们刚刚有说，最早是近代温珠堂他在建海珠桥的时候有活埋孩子，那现代有没有？那么在现代的一些新闻里面，我们其实也看到一些踪迹，比如说在2006年的时候啊，香港公主道的一个水利工程在修整的时候，施工方在底下挖出了大量儿童的骸骨，就是小孩的这种骨头。那么当时新闻放出来以后，人们就猜测这个地方之前是有活人祭奠术的，但是这个新闻虽然记录的是之前做的被发现了，也就是这个事情发现的同一年，香港的屯门青山发电厂，它有一个伸出海岸70米的苏梅带的一个桥墩底下，就是它底下还有个桥底，有一个海底的铁柱。人们发现啊，在这个铁柱上面绑了一具男童的遗体，还没有完全腐烂，就是这个孩子啊，他的手掌跟前臂都已经没有了，头也没有了，他就被绑在那个铁柱上，他的腰上呢还缠了一圈麻绳，整个身体呢被绑在这个铁柱上，距离发现的时间应该是不远的。新闻发了以后呢，就是大家推测这可能就是现代的一起塞豆龙事件。我们也常常在一些都市传说里听说，就是在建造一些大型工程、民生工程的时候，即便是官方的，遇到邪门的事件，也有可能会发生打生桩，或者是用活人祭奠术来确保这个工程能够正常进行、正常交付。那民间到底有没有继续在沿用呢？确实不得而知。只是香港这个小男孩的遗体在桥底上被发现，这就可以明确，因为他的身体没有完全腐烂，那说明是就发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所以你说民间没有完全沿用这个邪门的法术吧，也不好说。在中国大陆也有关于1994年上海延安路高架桥建造中的一个打生桩的传说。大家都知道延安路的这座高架桥的它的一个主支柱，它上面有一个9龙抱柱的设置。你在延安路的高架桥路过的时候，会发现那一根大柱子它特别的亮，很远你就能看到它亮晃晃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上面绕的那种暗金龙，它是有9条的。走过去呢，也有人说会有一种压力特别大的这种感觉。那么上海的这座高座桥啊，当年是在1993年开始规划的。1993年的时候啊，这个成都路的沿线为这个工程迁移了将近10万人，而且沿这条路的1000多个企业单位也全部被迁走。当时的卢湾区政府大楼也在这，卢湾区政府大楼是非常气派，但是也被定向爆破，为这个工程
棚位子，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延安路高架桥的建造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它是被称为第一条高架环线，也是上海政府在当时主持的一个规模超大的民生工程。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工程，在94年开工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很多障碍。我们先说说它的一个设计图啊，它这个设计图是什么样的？就是它设计了一个南北的高架，和延安路的高架呢，它需要在延安路跟成都路交汇这个地方呢立一个超大的支柱，这个支柱呢直径呢是5米，这个支柱当时要承载上下4层高架的重量，包括日后的交通运行的重量，所以这根支柱是非常重要的。工程进行到要立这个支柱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很难想象的问题，就是这个支柱当时的设计图是要求什么呢？就是这根大柱子它需要36根小柱子打到地下60米的深度，就是36根柱子要打到60米以下才能支撑住这4个高架桥叠加的一个重量。当时工程呢已经做到了1995年的下半年了，轮到打支柱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一根柱子都没有打下去，就是每一根柱子打到40米的深度，它就再也下不去了。人家会不会以为说是不是下面有岩石层，然后柱子打不下？但其实在做这个工程之前，地质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早就对这一片的区域进行过勘探了。它这是一个冲积平原，它底下是没有岩石层的，底下是一个沙土，它不存在说有岩石层打不下去这个情况。但就是在将近6个月的时间里，施工方怎么打，它就是打不穿，就像有一种无形的阻力，泥浆飞出来好多，它就是下不去。然后施工方后来就找了很多国内外的专家，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在物理层面上是不可能存在打不通的这种情况的。后来当时工地就有一个当地人，他说是不是要找个风水大师来看一下。这句话一说的时候，在场的所有负责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确实进行不下去啊。后来没办法，那就默认，施工方就请来这么一个高人。他是谁呢？他是当时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上海佛教协会的会长，也是上海佛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上海著名的玉佛寺的住持僧禅法师。僧禅法师呢是欣然应许啊，很乐意的就直接来了现场。但是他看完现场那个情形，默念了几句法号，就再也不说了。然后人家问他说，这个到底什么个情况？法师说，这个地方你们是无论如何也打不下去的，天机不可泄露。他就暗沉的脸走了。施工方想怎么办呢？连高人都说打不下去啊，法师也再也不肯说了，几次三番他们再去拜访他也不肯说。后来怎么办呢？再后来他们就找到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通过上海市市长几次走访劝说这个法师，法师又再度来到现场。法师说啊，这个地方呢是上海的龙脉，那这个地方下去呢正好都是镇守这个地方的一个蛟龙的龙背，所以他每次顶在那，你们是无论如何也打不下去的。那这个地方想要打上去呢，有一个方案，就是算准时辰，趁这个蛟龙不在的时候去打。然后呢，他们要提前做法事，做好以后呢，要防止蛟龙回来触怒它。那还要在这个地方立一个柱子啊，立好以后呢，就要马上做一个九龙抱柱的造型。一是呢，跟这个土地神啊，就是这个蛟龙忏悔，求得他的原谅；二是呢，也是镇守这个蛟龙，不要让它捣乱。法事做完以后啊，柱子果然就顺利打下去了。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呢，就在这个柱子完工的第3天，僧禅法师他就圆寂了。外界传说他是心脏病突发。僧禅法师他是79岁的时候做的这场法事，他去世呢就刚好80岁，是在1995年的12月1号。外界传说他是心脏病突发，然后据他本人说是泄露了天机，他的大限已至。所以当然这个也是一部分来自于传说，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是再加上僧禅法师本身圆寂的时间也非常巧合，后面呢整个上海对于九龙抱柱啊、延安桥的整个建造过程中是否用到这种打生桩，因为其实从这个传说来看，应该是僧禅法师以自己的一个魂魄其实参与了这个打生桩，他自己活人祭奠了嘛。除了上海啊，其他地方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传说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4月18号那一天，
在河南的原阳县的一个工地上啊，发生了一起事件。一辆工程车沙土车，它在倒沙土方的时候啊，不小心把4个在工地玩耍的孩子给活埋了，孩子抢救无效就死掉了。那么警察去调查这个案子的期间呢，民间就有大量的传言说，这个工地是因为进行不下去，诱骗了4个小孩子来到这里，然后趁孩子不注意给他活埋。民间的这个传说当时传得沸沸扬扬呢，都后来警方也出来辟谣了，就说明就是一场叫意外事故。这个事情到底是意外呢，还是工地的人故意去做的，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探究这个事情。打生桩这种邪术啊，其实已经传了几千年了。我们也看到说，不管是远古时期到近现代，甚至到现代啊，不管是在东亚、南亚还是欧洲，都有这一类的传说。那为什么都会用到打生桩的这种邪门的祭奠法术呢？其实你要说到这个，就要去探索我们人类啊整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不管哪个地方的文明发展过程中，早期它的整个祭祀仪式、祭祀文明里，它就有祭祀的，对不对？那祭祀的时候，有些地方是用鸡鸭牛羊，但是升级到一定时候，也知道会用到活人去祭祀的，所以打生桩其实就是在建造的过程中，它用到活人祭祀了。但其实古代的人，你说在祈求风调雨顺的时候，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遇到那些比较大的一些很大的变动的时候，都会用到一个活人祭奠术的。这就是祭祀文明嘛。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到下面的老百姓，他们都觉得拿活人去祭祀是比较能够代表他们的诚意的，也希望供奉活人的魂魄给什么神啊鬼啊来祈求保护。这种事情，即便到现在可能一些比较遥远的原始部落里可能还是有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16年的四川成都的平原上，高山古城的遗址上，这个高山古城遗址已经距今4500年到3700年了，也挖出了人祭坑和祭奠坑。那说明在那个时代啊，他们已经用到活人去祭祀了，而不仅仅是用在建筑和造房子上面，对吧？现场的一个遗址里面也有小孩子跟牲畜埋在一起的一个证据，就是孩子其实是被捆绑了活埋的，因为他的整个身形是非常扭曲的，他根本不像一个正常死后埋葬的一个样子。所以用孩子来祭奠去祭祀，不仅仅是用在建筑上的，在其实整个人类文明历史上，祭祀文化里都是有的。关于用活人祭祀也好，活人打生桩也好，这样的传说在你的家乡有吗？你的家乡有没有在做一些大型的建筑啊，比如说建大型的工程的时候，有传出来说因为建筑不顺利啊，有这种打生桩的情况的都市传说吗？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